北约200亿美元礼包助乌抗俄，德国增兵6万，并从以色列引入剑3防御系统，为欧洲提供保护。北约扩大援乌的电子战联盟。俄导弹来袭，乌克兰全境拉响防空警报。美国拒绝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占领。英国对俄罗斯发出核反击声明。俄多个机场再度遇袭，乌军打击趋于常态化。乌军第25空降旅深入俄控区，首次空降作战。西贝尔斯克乌军反攻，夺取8个阵地。俄罗斯打算在2026年底前夺取乌克兰的一半。精彩资讯马上开始。在新一轮的拉姆施泰因会议上，尽管美防长赫格塞斯没有出席，但其他支持者们依然向乌克兰提供了诸多军事援助。据彭博社的消息，北约秘书长吕特在采访中公开透露称，北约将向乌克兰增加2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显然，这里说的北约指的是欧洲。我们这位吕特秘书长呼吁北约要更加团结地支持乌克兰，同时警告欧洲各国，你们正面临和乌克兰一样的俄威胁，要注重自身国防力量的提升，尽快提高国防支出，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而早些时候，火力军曾报道说，这场拉姆施泰因大会，英法德等国都向基辅送去了新的支持，其中德国更是表示，未来几周内乌克兰就能收到首批远程武器。然而我们怀疑会是金牛座导弹或类似装备。现在这个疑问虽然还没揭秘，但在自我提升方面却被德国防长进行了攻势。如在其发布的最新声明中，德国军队将新增5至6万人，并以最优的现代化武器进行武装构建。同时，德国还与以色列签署了一份价值43亿美元的防务协议，要直接从以色列手里购买剑3式导弹防御系统，而该系统主要就是用来拦截远程的弹道导弹的。可见德国针对俄导弹的意图不言而喻，而这也是以色列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军售订单。总之，如今的德国在新总理梅尔茨的领导下，已实施了最大规模的军事预算，正朝着援乌第一大国大步迈进，并准备为整个欧洲提供保护。对于拥有德国这样的强力盟友，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梅尔尼克表示，如果德国和其他国家愿意承担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费用，乌克兰有能力将战争打到2029年。他甚至呼吁梅尔茨将德国库存30%装备移交给乌克兰武装部队，其意思我们可以理解为，武装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就相当于保护了乌克兰和欧洲，保护了所有人。虽然这个愿望没能实现，但也有了之前欧洲各国加大的队伍援助，如挪威将额外拨款8600万欧元为乌提供炮弹，卢森堡也将在2025年对乌克兰的援助从8000万欧元增至1.2亿欧元。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欧洲能通过增加援助份额取代美国，但其依然难以向乌克兰提供一些高端装备，如爱国者防空系统。为此，德国防长皮斯托里斯表示，德国政府准备从美国等国手里为乌克兰购买该防空系统，但问题在于特朗普是否同意。毕竟特朗普对乌克兰的态度我们都清楚，其甚至没有因被克宫屡屡耍弄而发生实质性变化。那有什么办法解决呢？火力军很早时候就说过，面对俄军不断发起的大规模空袭，与其被动防御，不如主动打击俄军的弹药库和俄罗斯的军工厂，否则乌克兰的防空网迟早会被产量不断增加的俄军无人机和导弹压垮。而蛛网行动虽然极大削弱了俄军远程打击力量，但这还不够，乌军需发起更多类似打击，彻底摧毁俄罗斯的军工能力。泽连斯基透露，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向乌克兰发射了近27700枚制导炸弹，约2万架无人机，以及包括弹道导弹在内的超过700枚不同型号的对地攻击导弹。与此同时，俄方消息称，俄罗斯具备强大的导弹生产能力，目前其每月可生产约150至200枚导弹，其中包括60至70枚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弹道导弹，10至15枚匕首，20至30枚 KH-101，25至30枚口径，多达10枚的 KH-32，以及20至30枚玛瑙和锆石导弹。就连北约秘书长吕特都曾坦言，俄罗斯用3个月的时间就能生产出整个北约1整年才能产出的数量，可见俄罗斯制造弹药的速度令人震惊。在这样的生产速度下，截至5月中旬时，俄军就已储备了13000枚上述各种类型的导弹，另外还有约11000枚可向地面目标发射的 S-300、400防空导弹和数量不明的朝鲜导弹。但就是在这样悬殊的差距下，乌克兰蛛网行动所获战果才令我们感到震惊。而为了延续这个奇迹，北约虽没有直接参战，但正通过制裁削弱俄罗斯的军工产能，同时凭借自身超过俄罗斯25倍的经济总量，正逐步完善弹药工厂来支持乌克兰。如在这一次的拉姆施泰因会议上，北约还达成了一项重要成果，那就是扩大了援乌的电子战联盟。现在，瑞典、比利时、
意大利、爱沙尼亚和土耳其都已经加入了该联盟，其中土耳其的加入尤其引人注意。不久前，他们还加入了援乌的无人机联盟，这表明该国正在增强对基辅的支持力度。作为现在的俄乌和谈之地，土耳其一直都在黑海同莫斯科强力争夺话语权，他们的立场自然值得重视。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弹药储备也反映出其完全可以支撑起对乌克兰的大规模轰炸行动。在6月5日至6日夜间，俄军向乌克兰境内的城市进行了狂轰滥炸。火力军本以为俄军本轮对乌克兰的大规模空袭会攻击乌军的军事目标，但可能是信息管制或其他一些原因，这方面信息少得可怜。火力军搜索到的遇袭的乌军军事目标仅有乌克兰沃伦州卢茨克市的一所疑似米格29战斗机发动机维修厂和基辅市郊区的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其他遇袭目标几乎全是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这是否可以确定俄军此轮袭击是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针对性打击？据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6月6日表示，俄军于凌晨发射了407架无人机、38枚巡航导弹和6枚弹道导弹，乌军成功拦截和干扰了其中的406个目标。俄军本轮空袭的成功率偏低，强度也不大，以至于一些黄俄博主称克宫不是在报复，而是在自卫。但即便如此，俄军的空袭依然给乌克兰带来很多伤亡和悲痛。截至目前，俄军空袭已导致3名救援人员遇难，至少49人受伤，以及包括基辅、利沃夫、杰尔波诺尔在内多达19个地区的民用基础设施、高层建筑和能源基础设施受损。对于俄军此轮袭击，北约情报机构结合俄军弹药储备情况发出警告称，现在的袭击或许仅仅只是前奏。其预测认为，俄军接下来很可能还会发射至少10枚帧数高超音速导弹和100枚不同型号的对地攻击导弹，以及数百架无人机空袭乌克兰。而乌克兰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其最高拉达议员克斯坚科表示，俄军可能会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决策中心，包括乌克兰政府和最高拉达所在地。他们想把这次袭击变成同等回应，并且已经在制定相应的计划。泽连斯基则称，俄罗斯没有改变策略，仍在对乌克兰城市发动大规模袭击，俄罗斯必须为此承担责任。他呼吁世界各国现在就向俄罗斯施压，并表示不作为就等同于同谋。目前乌克兰的防空能力由于缺乏足够的导弹也开始减弱，急需要更多的防空系统。值得一提的是，此轮空袭中，俄军出动几乎很少使用的图160战略轰炸机，这表明俄罗斯在空袭方面的能力因蛛网行动已经受限严重。而且俄罗斯发射帧数高超音速导弹又一次失败了，其残骸掉落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显然帧数导弹并不稳定，能不能击中目标全凭运气。俄罗斯这是在学三哥吗？按这个节奏，下一次发射会不会打到克宫呢？另外，在俄罗斯6月4日报复反击开始的次日，美国拒绝承认俄罗斯在乌境内建立的任何行政管辖体系，同时英国也对俄罗斯发出了核反击声明。6月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56票支持、7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重要决议，即拒绝承认俄方在乌克兰境内建立的任何行政管辖体系。该决议意义重大，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不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任何非法占领，即便俄罗斯将乌东4州和克里米亚写进了俄罗斯宪法也没有用。由此可见，这场战争的性质已经盖棺定论，同时也将使美国能够名正言顺地向乌克兰提供军火，支持乌克兰为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而战。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个大利好，就是多了个善变的特朗普，稍后章节会说明原因。与此同时，据《每日邮报》报道，英国国防大臣希利表示，英国已做好了与俄罗斯开战准备。英国上校里肯普也在同一天发出警告称，俄方很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对乌克兰进行报复。也就在这时 ，X 平台上传来消息说，若乌克兰遭到俄罗斯核攻击，英国将在第一时间对莫斯科进行核反击，希望克里姆林宫严肃对待英国的核声明。果然，大事还得看英国，英国的担当再次让世界刮目相看。在俄空袭结束后，乌军发射超过400架无人机，再次袭击了俄罗斯多个地区，还使用导弹对俄军事目标进行精准打击。在前一天，乌军刚刚打掉了布良斯克克林茨市的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这也是俄乌开战以来首次有视频佐证乌军击毁了该系统，创造了新的纪录。但紧接着，在昨夜的空袭中，乌军很可能又击毁了另一套伊斯坎德尔的发射装置，外加2架装载该导弹的飞机。据奥斯特频道报道称，乌军无人机和导弹再次命中了布良斯克俄军的一个机场和武器库。现场画面显示，布良斯克机场附近正升起耀眼的蘑菇云和火球。对此，外界分析应该是乌军的袭击点燃了武器库内的弹药，导致了大范围的2次爆炸。而这个仓库内就存放着伊斯坎德尔导弹。同时还有消息说，
就连着一架米8和米35直升机也都被摧毁了。俄方则声称，这个机场在俄乌战争开始后就停运了，强调里面只有直升机和仓库，但并未就袭击一事做更多解释。话音刚落，波罗涅日地区的铁路线也遭受破坏，目前附近的交通已经瘫痪，俄军的补给线再次受到打击。由于担心乌军无人机的威胁，俄军已经将图160从原来的别拉亚空军基地调往各处。总之，随着俄军远程轰炸机被摧毁，导弹发射器被击中，俄军打击能力正逐步下降，可能到年底时，乌克兰空军就已夺取了制空权。此外，据乌军总参谋部证实，乌军还向莫斯科东南的梁赞州发射了大规模的无人机。紧接着，加吉列沃空军基地一带就传出了剧烈的爆炸声。俄军的防空系统持续工作到凌晨时分，仍有零星的交火。从目击者拍摄的视频中，也可以看到喷发出的大火球。据悉，该机场同样是俄罗斯战略航空兵的基地，停放着不少俄军的战机。详细的损失报告等卫星数据出来就知晓了。而这也是乌克兰攻击的最新一个空军机场。另一方面，乌军无人机还没放过俄能源设施，径直打向了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空军基地附近的油库。据悉，有至少3个油罐遇袭起火，火势快速蔓延，并波及了周围的多栋建筑物。天亮后仍在持续燃烧，俄方的消防员正在紧急救援，但大火没有熄灭的迹象。而萨拉托夫机场也因无人机的威胁一度停止了运营，其先后共传出5起巨响。目前俄方尚未发表回应声明，但从梁赞和萨拉托夫的起火规模看，破坏不会太小。此外，距乌克兰边境335公里的米丘林斯克进步工厂也被击中，生产车间遭到严重破坏。这是一家为俄军制造导弹和航空设备的工厂。其他乌军袭击还包括袭击了莫斯科州波多利斯克镇的俄军目标，这里距红场仅35公里。别尔哥罗德州州长也通报称，普罗霍罗夫斯基区又发生一起铁路轨道炸毁事件，导致一辆柴油机车脱轨，以及黑海附近的天然气钻井平台和克里米亚北部地区均遭到乌军袭击，发生了强烈爆炸。华盛顿邮报援引情报人士的话报道称，乌克兰正在准备新的大规模行动，就像蛛网行动一样，一切才刚刚开始。其实自蛛网行动以来，乌军这样的袭击就开始趋于常态化，几乎每隔10几个小时就有一个俄空军基地遇袭。前线方向，俄军在各地开始了逐步反攻。霍尔斯克方向，在乌军出动 F-16投掷 GBU-39摧毁乔特基诺镇俄军的防空系统后，又出动米格29前来补刀，直接消灭了俄军的一个连级火力阵地，同时使用海马斯火箭炮将俄军一套反炮兵雷达炸成了废铁。此外，据乌总参谋部6日的报告显示，乌军还对库尔巴基附近的俄第72摩托化步枪师的指挥部进行了袭击，详细战损有待进一步披露。苏梅边境上发布的地理定位视频显示，俄军第40和第155海军步兵旅正在对金德拉蒂夫卡发起进攻，第177海军步兵团则正在安德里夫卡附近活动。不过有消息称，由于乌军不断对俄后方目标实施打击，该方向俄军的后勤目前已濒临崩溃。库皮扬斯克方向，据当地军事管理局负责人安德烈·贝塞丁证实，6月6日，俄军对库皮扬斯克附近一座桥梁进行了空袭。莱曼方向，乌方消息称，自2025年春季作战以来，该方向俄军已经伤亡3200人，其中仅5月就伤亡840人。不过巨大伤亡换来是战术进步。一名乌军士兵报告说，俄军的摩托车攻击训练已经得到改进，目前正以5到10辆摩托车为一组进行攻击。值得注意的是，乌军第25空降旅进行了首次空降作战，直接空降到了莱曼方向，克列缅纳亚俄军后方，对俄军第237摩步团发起了进攻，打得该团措手不及，丢掉多个阵地，狼狈而逃。在西维尔斯克，乌军第128山地突击旅和第4坦克旅昨日黄昏在空军掩护下向俄军第6坦克师发起进攻，空地联合打击下，俄军第6坦克师被击溃，乌军共夺取了8个阵地。可以说，西维尔斯克是乌军目前打得最好的战场。3年多来，俄军不仅未能向前推进一步，反而被推回去14公里左右。主要原因一是这里地形复杂，俄军无法进行快速的机动作战；二是据该方向乌军无人机指挥官6月6日报告说，当地俄军已经被乌军无人机打出了阴影。每次乌军无人机来袭时，不是想着如何将其击落，而是玩命的向地下室、管道中进行躲避。托列茨克战场在昨日战斗中，乌军第17重型山地旅和第210突击团联手，在 T0504 公路以西田野中阻击俄军推进。同时，乌军柳特突击队还在装甲车的加持下深入俄军控制区，快速拔除了2个俄军据点。红军村方向目前最激烈的战斗集中在舍甫琴科与东北翼的诺沃莱尼夫卡附近。战役地图显示，俄军在该方向突出部有所扩大。此外，乌军第5独立突击旅还在科特林东部歼灭了俄军一支步兵突击队。南部赫尔松战场，据诺尔报告称，乌军在战斗中
朝赫尔松俄军阵地投掷了一枚重达100公斤的新武器。从前线流出的画面看，俄军阵地旋即闪烁出了强烈的火光，一个堡垒被成功打掉。现在不确定乌军使用了什么装备，有消息称是一款正在测试中的新武器，这应该是它的首秀。此外，乌克兰还向俄罗斯的南部地区发射了无人机群，俄军的防空系统正被迫启动。视频中可以清晰看到大范围的交火场面，整个天空都被映得通红。详细的战况有待后续披露。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打算在2026年底前夺取乌克兰的一半。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夫洛·帕利萨6月5日时告诉记者，俄罗斯现在正寻求在今年9月1日前夺取全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然后在今年年底前沿乌克兰至俄罗斯北部边境建立缓冲区，然后在2026年年底前占领第聂伯河东岸的整个乌克兰，并夺取敖德萨州和尼古拉耶夫州，剥夺乌克兰进入黑海的通道，总计将夺取乌克兰336300平方公里的领土。目前尚不清楚俄军如何能够在未来3个月内夺取顿涅茨克州的其余部分，甚至从当前的接触线推进50至80公里，到顿涅茨克州的行政边界。毕竟，在过去的15个月时间里，俄军从阿夫迪夫卡郊区推进到当前的红军村阵地，才推进了30到50公里而已。而且在此过程中，俄军还要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洛维扬斯克要塞带这一系列坚固城市。更何况，过去3年时间里，俄罗斯遭受了大量人力和物资损失，因此俄军可能无法实现这所谓的2026年目标。另外有一点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普京的胜利论，取决于北约、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哪怕联盟没加大，仅仅保持现有的援乌力度，俄罗斯都不太可能夺取乌克兰的一半领土。在战场之外，俄乌和谈短期内怕是没戏了。6月5日，德国总理梅尔茨到访白宫，其希望特朗普能与欧洲一起对俄施压，但被特朗普搪塞过去。他表示自己没有看过共和党人林塞·格雷厄姆和民主党人理查德·布卢门萨尔提出的制裁方案，强调参议员们都将听从他的指导。同时，特朗普称，在达成和平协议之前，可能有必要让乌克兰和俄罗斯再打一会儿，现在就平息俄乌战争或许为时过早。此外，美国最近还从乌克兰撤回一种带有射频传感器的禁炸引信。特朗普直言说，在蛛网行动后，他十分理解普京，称该行动可能会把世界推向第3次世界大战，导致战争继续而无法结束。值得注意的是，大西洋月刊报道说，白宫正在讨论终止对基辅的支持，因为特朗普对乌克兰发起的蛛网行动感到愤怒。后续会如何发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其实，乌克兰和欧洲对特朗普的要求并不高，其不指望特朗普会对俄罗斯做什么，而是拉拢特朗普，不要快速倒向俄罗斯，只为争取时间。综合美军官方社群的消息，目前活跃于中东地区的杜鲁门号航母已经反抵美国维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舰上部署的舰载机中队也提前于5月29至31日反抵各海军航空站，并受到了其亲属们的热烈欢迎。在经历8个月的远征部署后，这些船员与飞行员终于可以回家了。具体情况，据美国海军舰队指挥部表示，首先是部署在杜鲁门号舰上的第40舰载后勤支援中队的飞行员们，率先于5月29日离舰反抵诺福克航空站，紧接着第143战斗攻击中队、第11战斗攻击中队则于5月30日反抵诺福克航空站与奥西纳航空站，最后是第81战斗攻击中队和第126空中指挥与控制中队的飞行员于5月31日返回基地。值得注意的是，从各式飞行员的归国照片中可见，美军的飞行服似乎有了新款式，队徽及姓名呼号有别于过往的名牌，而是倾斜袖胸前。另外，英国驻美军事官方也透露，此次随舰远征的人员还包括一名英国交流飞行员罗伯逊中尉，从飞行服就能看出两国的差异。随后，杜鲁门号航母于6月2日反抵诺福克的海军码头，伴随着护卫舰一并归来。回顾此次杜鲁门号的部署，该舰自从去年9月起航后，先是前往欧洲参加了北海演习，之后前往东地中海和红海等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进行部署。在此期间，杜鲁门号分别参与了繁荣卫士航道保卫行动以及猛骑兵打击也门行动，并在行动中意外损失了3架 F-18 战机，并发生了一次撞船事故，可谓多灾多难。据美军统计，此次部署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一共起飞超过 1.3 万架次，累计飞行时间超过 2.5 万小时，以及航程超过24万海里。按照美军的计划，在不久将来，杜鲁门号将开始进行核燃料替换与深度大修作业。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俄乌还有和谈的希望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